哎，准备好，准备好。有人姐，你多大了呀？有点辛苦了。来，烟头。哦，都在呢。行，没问题。好嘞。烟头暂时回不来，选题会让我来主持，咱们先开。那欣姐，我问个问题，你和古华还辞职吗？我们答应了烟头，做完最后这期杂志再走。先来说一下我们这次的选题：如何优雅的告别，告别一份工作，告别一位亲人，一个朋友，告别一段爱情，一座城市。所以这次我们打算用告别之书来做主标题，融合多种表达材质，拼接出整个专题。欣姐，什么是表达材质啊？我们以前的专题通常用的2种组稿方式，一是邀请作者撰稿，二是我们采访用 Q&A 的方式来呈现。但是我跟古欢聊过，我们发现告别对于不同的人、不同的语境情境来说，它的意义很不一样。有的告别需要说出来，有的告别人们不愿意说出来。所以这次我们打算用更多元的方式来呈现。我们现在接触下来，已经有了几组形式，正好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一位武汉的女作家，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书信的照片，是她和丈夫近10年的通信，直到她丈夫去世。对她而言，所有的书信都是告别的一部分，组合起来就是一场横贯半生的漫长告别。还有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，她给我提供了2串特别的数字，这2串数字很理性，其中呢，一个是她曾经的资产，不过一场商界风暴将一切归零；另外1串是还在不断刷新的里程数字。现在她是一位专车司机，对她而言，不断刷新的里程是对生活的一往无前，还有对过去生活渐行渐远的告别。我们还找到了最近成功转型的一位女导演，她以前是做演员的。她给我的材质我特别喜欢，她给了我10支她用过的口红，这10支口红呢，每一支都代表了她曾经饰演过的一个角色。直到她当上导演的第1天，她为自己精心挑选了1支口红。她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和过去的自己告别。大家都知道，我跟古欢最近在做2手时尚指南的公众号，经营这个公众号给了我很多新的经验。以前我们做杂志，都要求编辑退到幕后，把舞台让给撰稿人、摄影师、被采访对象。但是做这个账号，我发现现在的读者，他们更希望看到我们站到台前。他们想看到的不光是资讯和信息，更多的是故事、人物。包括编辑本人的故事和基本人设。所以，这次告别之书，我打算让所有编辑在杂志里集体亮相。亮相，那就是要拍我们吗？对啊，就是拍我们啊。那个专题组啊，所有人都要集体露出。啊，那我们也不是明星，也不是偶像，我们啥也不是啊。那即便是最平常、最普通的人，他也会经历告别。我要求你们每个人给我一个选题啊，关于你们自己的选题。我说说我的吧。如何优雅地告别一段糟糕的婚姻？我会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出镜，拍我们俩在一起玩的画面。对我来说，爱我的孩子，就是我告别这段婚姻最好的方式。李娜，这个选题你也要参加啊？啊，我就是一个流程编辑。
流程编辑又怎么了？你愿不愿意参加嘛？可以呀。可是，咱们这种形式从来没操作过，那岩头那边能同意吗？哎，烟头，烟头，我同意。赵鑫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。告别之书，就是2月刊的封面故事。你们的所有操作方法我都同意，但是我有个建议。2月刊是盛装初刊的第100期，乔治生前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可以看到这第100期。我要求以专门的内容，以盛装的名义，好好的、郑重的跟乔治做一次告别。这是一本杂志和一个人之间的告别。我认为只有经历这次告别，盛装才能够真正的进入，也会真正的接受，再也没有乔治的未来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刚才我收到一条信息，是亚楠发给我的。亚楠，昨天我把这个选题的计划也发给了他，我以为他不会理我，就在刚才他回复我了。他回什么了？他说，这就是他的告别。西西，我刚才已经想通，我本来已经放弃跟你斗，准备回香港。我不是因为你，我是因为向霆锋。我不喜欢规则不明朗、不清晰的对抗。但是现在你已经把擂台和优势规则都说清楚了，所以我会留下来，就像李和尚说的那句话，我会跟你开战，而且我一定不会输。好，我等你。既然陈开一那么厉害，那我们收购盛装就是一场很硬的硬战了。你为什么这么想收购盛装？我跟你说了很多回了，因为你啊。我不想当盛装的主编，我说了，我只是想做好自己的选题。可是你每一次说起盛装的时候，你眼睛里都有光，我很喜欢那个光啊。如果让别人搞的话，你就会失去那道光；不让别人搞坏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我来搞。老头儿。